整体看下来，这款联想150瓦不是只靠某一个参数吸引人，而是兼容性、持续输出、线材、多口体验、效率和输出质量都做得很完整。该指出的问题我们不会避讳，该给的认可咱们也不会吝啬。这一次联想确实交出来一份非常漂亮的测试成绩。各位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咱们来测试联想新出的150瓦多口 USB-C 氮化镓电源适配机。现在市面上高功率氮化镓很多，但大多数产品都在卷体积、卷接口、卷纸面功率。联想这一款就不太一样，它主打的就是笔记本原厂适配器的思路，重点是强调商业级标准、长时间稳定输出、多设备同时供电，还有高温、高源、静电、漏电这些使用环境的可靠性。那么宣传归宣传啊，咱们还是老规矩，先看外观、协议和功率分配，再测实际的烤机、温升、效率和文波，看看这款联想150瓦到底是真有商用底子啊，还是只把参数写得漂亮。我们先来开箱看外观啊，盒子这一次联想是用的牛皮纸的盒子，产品的概念图片、产品的名称、联想的红色 logo， 背面是产品的特点和规格信息。我们直接打开包装盒吧。充电器有一层黑色的纸把它包住的，多国语言的使用说明书有2本啊，全是纸质的包装，做的还是很环保的。小盒子里面是联想的一根 CC 线，2个 Type-C 口，一边写着240瓦的标识，另外一面则是联想的标识。这一次这个充电器它是3角插座啊，直接带接地的，而且插脚是新国标。然后这就是充电器本体，正反面都有联想的 logo，3个 C 口的设计，内部的舌片全部都是橙色，底部有一个150瓦的标识。整个充电器的颜色，一种灰色，一种黑色，2种错色起来，看上去就是非常沉稳大方的一种感觉。这根 CC 线的长度是 1.8 米的，它不是 1.5 米的啊，长度还是比较长的。线身直径是 4.5 毫米，比普通的线要粗一些。护道的宽度 12.5 毫米，厚度是 6.9， 高度是28毫米。充电器的高度65毫米，宽度是84毫米，厚度为32毫米，连插脚高度86毫米。充电器连线材重量是375克，单线材74克，单充电头重量300克，分量还是挺足的。老规矩啊，我们先看规格和它的快充协议的情况。规格信息：联想的 logo， 产品名称上面写着联想150瓦多口 USB-C 氮化镓电源适配器，型号是MCFX150A3， 输出规格 C1 口，最大功率140瓦。C2 口输出最大功率也是140瓦 ，C3 口输出最大功率65瓦。后面是多口功率分配，我们后面再测试啊。总输出功率设定在150瓦。制造商信息是联想，下面则是认证信息，有 3C 强制认证，10年无毒泄露标识，室内使用，这个是接地标识，也就是3角插头，它是真实接地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这个充电器的 C1 口和 C2 口，我用这个 PowerJ 检测出来啊，都是125瓦的最高功率。这个是仪表出的问题，没有检测出140瓦的协议。C3 口它的协议就不一样，直接检测出来就是 PD 3.2 65瓦，有 AVS 的动态协议，还有5安的 PBS 协议，然后固定档位最高是65瓦。其他的基础协议和 QC 高通协议跟前面2个充电口都是一模一样的。看完规格协议，我们现在就是用手机来检测一下它的快充兼容性的情况。首先从米家的设备开始啊，小米手机的兼容性 ，C1 口、C2 口、C3 口都可以启动到20多瓦的 PBS， 这个是兼容的 PBS 公版的33瓦的快充。别看仪表下面显示的82瓦，实际上是没有的啊。我们再来看华为的 SCP， 它有没有啊？3个充电口实测下来都有 SCP 的协议。只不过工程师把 SCP 协议的握手优先级把它调后了，它握手是非常慢的。3个充电口实际的真实功率跑下来都有个16、7瓦的真实功率，这个对于 SCP 来说，这个功率是足的啊。我们再来看荣耀的100瓦 PBS 有没有？3个充电口实际跑下来，全部都可以兼容 PBS。C1、C2 口直接握手100瓦，C3 口握手65瓦。因为这个手机还有61个电，我们把这个电耗完了过后，来采集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我们再来看蓝厂的100瓦 PBS 有没有？蓝厂的手机 C1 口、C2 口都可以启动100瓦的 PBS，
然后 C3 狗启动的是55瓦的 PBS。我们后面也用这个手机来采集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我们再来看绿厂的设备啊，今年出的绿厂系的手机全部都可以支持 PBS 快充了啊。绿厂系的手机33瓦的 PBS、44瓦的 PBS 都是可以用的。这部手机走的是33瓦级别的，3个充电口都可以顺利的握手，真实功率都是25六瓦。关于三星手机的话，这3个充电口都有5安或者是6安的 PBS，3个充电口都可以支持快充 2.0， 包括最新的 PBS 快充协议，这个充电器也是没有压力的。这款联想150瓦氮化镓适配器主打的是商用级环境下的持续稳定输出能力，所以这次烤机我将环境温度提高到了35摄氏度。这个条件下，充电器与外界的散热温差小，对内部各种器件的压力也就越大。它强调的是高温环境下的满载不降功率，因此我直接按照这个环境温度来做验证。首先是20伏7安140瓦高电流模式，实际输出稳定在138瓦左右，连续运行约1个小时39分钟。整个过程中，电压、电流、功率曲线始终平稳，没有出现关断或者是热降功率。最终充电器侧面最高 75.7 摄氏度，充电口附近最高71摄氏度。温度进入稳定区间后，由我主动结束测试。接下来是28伏5安140瓦模式，这一轮我故意将时间拉长了啊，运行接近2个小时30分钟，实际输出同样稳定在139瓦左右。后半段温度曲线已经基本走平，侧面最高 76.8 摄氏度，充电口附近 70.2 摄氏度，全程依然没有出现功率下降或者保护冠断。最后就是整机的满功率双口烤机，2个接口合计连续输出148瓦，运行约1个小时40分钟。随着2个输出通道同时高负载工作，机身温度明显高于单口模式，侧面最高车道温度是 97.5 摄氏度，充电口附近最高 87.9 摄氏度。从开始到温度趋于稳定，输出功率始终没有下降，同样是由我主动结束测试的。3轮测试下来，均未出现关断、重启或热降功率。由此来看啊，这款联想150瓦适配器不仅能够跑到飙升功率，也能够在高温和长时间高负载条件下把功率稳稳地保持住，确实验证了它所强调的商用级持续输出能力。接下来进行手机实际充电测试，为了延续前面的商用级高温测试条件，这2组测试同样放在35摄氏度环境下进行。首先是苹果手机，充电开始采用15伏档位，峰值功率接近30瓦，不过高功率只维持了几分钟，随后随着手机温度升高，功率逐步回落到20瓦左右，进入中段以后，大部分时间维持在8到10瓦。本轮完整充电时间约1小时20分钟，整个过程中适配器输出电压保持稳定，功率变化主要来自手机自身的温控和充电管理。适配器侧面最高温度只有 47.2 摄氏度，充电口附近只有 44.8 摄氏度。第二台是支持 PBS 快充的 iQOO 手机，充电开始峰值功率接近40瓦，随后很快就回落到28瓦左右，中段充电功率主要在20到27瓦之间动态变化，期间电压和电流不断调整，这时手机根据电池电压、机身温度和当前的电量适时控制充电功率啊。后半段从20瓦左右逐渐降低功率，完成收尾。本轮完整充电时间约1小时29分钟。iQOO 充电过程中，适配器侧面最高温度是 47.7 摄氏度，充电口附近最高是 44.7 摄氏度。2组测试下来，35度环境对这款150瓦适配器只能算低负载啊，但手机自身的散热压力已经非常明显，实际我用手摸，手机甚至比适配器更烫。因此后面的2组 PBS 100瓦实充我改到空调环境下进行，尽量降低手机温控对充电功率的影响，更真实的观察高功率快充的表现。前面手机实充时，我确实低估了高温环境对手机的影响啊。改到空调环境中做了2款100瓦 PBS 的充电实测。我们先来看荣耀手机的，完成协议握手之后，充电电压迅速提升至18伏，峰值功率约75瓦，随后按照手机的充电策略，依次回落到大约70瓦、65瓦和55瓦。进入中段以后，大部分时间稳定在35到40瓦左右，30分钟后，功率开始从30瓦持续下降，直到手机满电。完整充电时间约39分钟。这轮测试适配器侧面最高温度为 40.6 度，充电口侧面最高为 37.7 摄氏度。第二台是 iQOO 手机，充电开始后，输出电压在16伏以上，峰值功率接近80瓦，前几分钟能够维持70瓦左右，随后功率就逐级降低，先进入50瓦平台，再下降到约40瓦，
中段功率主要维持在35到40瓦区间。这些锯齿变化是手机通过 PPS 协议持续调节请求电压和电流。大约37分钟左右进入收尾阶段，完整的充电时间大约是47分钟。iQOO 测试开始的时候，适配器还有一定余温，但最终侧面最高也只有48摄氏度，充电口侧面最高42摄氏度。综合来看，空调环境降低了手机的温控影响，两台手机获得了更高、更完整的 PPS 快充曲线。而对于这款150瓦适配器来说，即使面对100瓦的手机快充，整机的温度依然不高，输出过程也始终是非常稳定。这根线材是这个适配器自带的1.8米的长度。我们把这个线材的基础数据来做一个测试，用 PowerJ 检测出来它的芯片信息。被动型数据线方案是用的联想的，供电能力50伏5安240瓦。USB 传输速率的规格是 USB 2.0，IC 是用的汇能泰的332。下面则是软件版本信息。接下来就是用我自己做的线组测试制据来测试这根线材的类组。测试之前，先用紫铜片短接开尔文夹具，固伟的毫欧表归零后残余电阻仅为 0.0001 毫欧，夹具本体类组几乎可以忽略了实测这根 1.8米原装线 ，V-Bus 正极线的类组 64.45 毫欧。GND 负极类组 39.37 毫欧，完整的供电回路加起来大约就是 103.82 毫欧。这样核算下来，3安电流下理论总压降为 0.311 伏，5安下大约是 0.519 伏。对于一根 1.8米长的240瓦高功率线来说，这个类组表现相当极品，联想确实舍得下铜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它多口使用的时候功率是怎么分配的，然后就是会不会断连。我们先启动 C1 口的140瓦功率，再接上 Type-C 2口，期间断连了一下，迅速从 PD 3.1 切换到 PD 3.0 ，PD 3.1 切换 PD 3.0，这个断连是协议造成的，并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如果是充电器先启动 PD 3.0 的话，再接上一个 PD 3.0，这样就不会断连了。我们在 C1、C2 口同时工作的时候，我们再接上一个设备，没有出现断连的情况，因为3个协议都是在 PD 3.0变成了65加65加20瓦，总功率150瓦。我们现在做的测试就是来看它的转换效率，通过它的转换效率表现，几乎就可以知道内部的电路是不是很先进首先是110伏电压，经过10几分钟测试，它的待机功耗大约就是 0.17 瓦。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 18.9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3 瓦，折算转换效率 81%。27瓦功率110伏输出 30.9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45瓦功率110伏输出 51.1 瓦，这边直流输出 45.2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8%。60瓦功率110伏输出 67.8 瓦，这边直流输出 60.2 瓦，折算转换效率 89%。100瓦功率110伏输出 112.2 瓦，这边直流输出 99.95， 也就是100瓦吧，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9%。现在是140瓦功率110伏输出 155.5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9.5 瓦，折算转换效率就是 90%。现在是220伏的电压情况下经过10几分钟测试，待机功耗大约是 0.2 瓦。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8.9 瓦，这边直流输出 15.2 瓦，折算转换效率 80%。27瓦功率220伏输出 30.9 瓦，这边直流输出 27.1 瓦，折算转换效率 88%。45瓦功率220伏输出 50.4 瓦，这边直流输出 45.1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60瓦功率220伏输出 66.6 瓦，这边直流输出 60.1 瓦，折算转换效率 90%。100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09.6 瓦，这边直流输出 99.9 瓦，折算转换效率 91%。140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 153.4 瓦，这边直流输出 139.6 瓦，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91%。我们现在就是测试它最关键的数据，也是各位兄弟们最在意的一个数据就是交流文波输出的情况。首先是 Type-C 1口，1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1.1 毫伏，平级文波 9.2 毫伏。27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 11.9 毫伏，平级文波 9.8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文波最高的时候是 15.9 毫伏，平级文波13毫伏左右。60瓦功率，
温波最高的时候是 20.99， 也就是21毫伏，平均温波 16.8 毫伏左右。100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20.6 毫伏，平均温波17毫伏左右。28伏5安140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27.2 毫伏，平均温波 19.8 毫伏左右。我们再来看 C2 口的温波，15瓦功率，温波最高 12.1 毫伏，平均温波 9.7 毫伏左右。27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11.2 毫伏，平均温波 9.1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15.5 毫伏，平均温波 12.3 毫伏左右。60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21.6 毫伏，平均温波 16.5 毫伏左右。100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18.8 毫伏，平均温波 16.2 毫伏左右。28伏5安140瓦，温波最高的时候是 22.5 毫伏，平均温波 18.8 毫伏，真漂亮这个温波。我们再来看 C3 口的温波15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10.3 毫伏，平均温波9毫伏左右。27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10.5 毫伏，平均温波 8.6 毫伏左右。45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是 14.2 毫伏，平均温波 11.9 毫伏左右。65瓦功率，温波最高的时候 19.5 毫伏，平均温波 15.6 毫伏左右。这是我目前为止测到最漂亮的温波数据，没有之一了。兄弟们，这款联想150瓦多口氮化镓适配器，整个测试做下来给我的感觉就是2个字扎实。先看兼容性，它虽然没有融合快充，但是 PPS 协议调教的很成熟， PPS 手机都能够正常进入快充。SCP 和 PPS 之间的握手优先级也处理得很聪明这一点值得表扬。手机实际充电部分，前2组35瓦环境测试，我原本以为几十瓦功率压力不大，结果最先扛不住的是手机，适配器本身反而很轻松。后面改到空调环境，2台高功率 PPS 手机都跑出了完整清晰的快充曲线。烤机测试在35度环境下，20伏高电流，28伏高电压，还有双口接近整机满功率，全部都持续运行到温度曲线趋于稳定。整个过程没有保护关断，没有反复重启，也没有热降功率，最后都是我主动关闭负载，功率始终稳得住，这种表现才是商用级适配器应该有的底气。这根原装线材也不是凑数的配件，1.8米的长度，用料依然很足，实车线阻非常低，载流能力和接口规格都配得上这台150瓦的适配器。充电器舍得对料，线材同样没有省铜，这一点很难得。多口功率分配，只要不是 PD 3.1 和 PD 3.0 设备混插，大部分常见的组合都不会重新断连握手。转换效率在中高率阶段表现稳定，高功率档位也能保持不错的水平，低功率轻载效率存在一定差异，这个短板我们依然如此保留。最后就是文波这也是整台这个产品最惊艳的一项，3个接口全部负载档位，波形都非常平直，没有异常尖峰、低频鼓包和明显的波动，即使是高功率满载依然稳如泰山。我测试了这么多充电器，能把多接口、高功率和低温波同时做到这种水平，确实非常少见。按照我这里综合评判标准，这次文波正是给到神级。整体看下来，这款联想150瓦不是只靠某一个参数吸引人，而是兼容性、持续输出、线材、多口体验、效率和输出质量都做得很完整。该指出的问题我们不会避讳，该给的认可咱们也不会吝啬。这一次联想确实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测试成绩。测试为了了解，才是为真相，认真车载客观输出。我是你我车载，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有你们的陪伴，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